你想过吗？游览车一觉醒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相信吗？喝酒可以治疗感冒。大家好，我是 Coco， 今天来把上次内蒙的坑接续下去。如果喜欢的话，一样可以帮忙订阅、分享小铃铛。好了，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回到2015年的内蒙。还记得那是一天万里无云的日子，在吃完蒙古大夫的药后，我们就驱车从呼和浩特前往西拉木仁草原，准备进行我们的蒙古包初体验。出帐的时候，听着导游绘声绘影的介绍着成吉思汗他的丰功伟绩啊，到努尔哈赤如何神勇的实现了女真各部落的统一，奠定大清王朝的基础，帮助我们迅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也看到了许多同学频繁的点头，然后深陷于梦乡的怀抱。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头羊漫步悠闲的走在云端，轻松悠闲的氛围渲染了所有的团圆。然而就在这时，听到有同学大声的尖叫：“是牛欸，牛牛！”全部的同学都挤到同一边，兴奋的在窗户旁边喊着，让车子都倾斜了。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司机只好拜托我，让同学不要这样，这样真的很危险的。导游还私下的问我 ：“Coco， 台湾是不是比较穷啊？连牛都没有，不然他们怎么这么兴奋啊？还是我们等一下晚餐加一些牛肉菜下去好不好？”被导游尴尬的这样询问，我也是好好的跟他解释，我们台湾的政府很有钱的，半导体全世界最强，只是城市小孩他们比较少看到动物啦，所以会比较兴奋。经过了这个小插曲，加上导游的不断催眠，大家也逐渐进入了梦乡。然而在睁眼时，车子已经停下来了，原来是前面雾太浓了，伸手看不见五指。还好车上的大家都睡得东倒西歪，情况也在1小时左右就解决了，我们也顺利的抵达今天的目的地蒙古包。在欣赏了蒙古的摔跤还有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品尝了草原的飨宴烤全羊餐，还有它的蒙古烤肉串，真是一绝啊！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的时候，除了在蒙古包内，它的厕所是比较现代化的，跟比较新式的。当地人他们上大的通常都是到距离蒙古包大概200公尺远的公厕，外观就像几片大石板，它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堆起来，然后在里面再挖几个坑，里面没有灯，也没有门，也没有隔板，那阳光呢，只有早上照得进来。在这里你可以边尬赛边跟隔壁的聊是非，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啦，因为几天前才有人抽烟抽到忘我，一个没注意掉下去坑里面还骨折了。那今天也刚好是有同学生日，但是草原上真的是比较可惜，物资比较缺乏，除了肉类牛肉羊肉，基本上你很难看到其他的菜色，甜点更是想都不要想，只有马奶酒还有奶酪。但是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看到小卖部有在卖泡面之后，我们便想到可以利用泡面加上一些小摆饰，组合成一个巨大的泡面蛋糕，然后再邀请蒙古当地人一起唱歌庆生，让同学们玩得尽兴。在晚上篝火晚会的时候，一望无际的草原加上满天星空的点缀，而且又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仿佛忘却了一切的忧愁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全团的人不仅跟着当地的蒙古人纷纷起舞，甚至出去 solo 全场的都有，让原本有些零散的团体变得更团结一心。在经历过这难忘的一夜之后，隔天我们也再度出发前往鄂尔多斯做学校的交流还有寄宿家庭的体验。一上车之后，由于吃了感冒药，头还是有点昏昏沉沉的，在另外一位领队的建议下，我还是先稍作休息。没想到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的不是大草原的风貌，也不是城市的那种景色，你们能想象吗？我张开眼，第一个看到的竟然是一条大概手臂这么粗的黑色条状物，就紧贴着我前面的窗户，而且直接延伸到最后面那排的窗户，吓得我直接大喊停车。也是直到下车之后，真的才发现说，原来啊是我们的车身过高，然后把电缆线整个扯了下来，快几百公尺远。然后因为全团的人几乎都被催眠睡着了，所以没有人发现，是我讲了之后，司机才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它上面是还有通电的哦，真的是好险，我们是有及时发现到，不然可能因为这个事故，我们可能后面的行程都不用走了。但是也是这个时候，我才确切的了解到，这个导游的功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车上除了司机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是醒着的。虽然也因为这个事故，导致我们后面的行程又 delay 了大概快1个小时左右，快2个小时，连午餐都只能改地方吃。不过好家在是没有人伤亡，这个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转眼之间，我们就到了鄂尔多斯的学校，让同学们互相彼此认识之后，我们再带几个团康活动，活络一下气氛。接着就让他们被带去各自的寄宿家庭，体验当地的生活。当天晚上，我们也去每个寄宿家庭了解一下情况，并且确认他们明天各自的行程。但是大家给我最多的反应和回馈竟然是房间太大，而且那个床可以滚来滚去，太舒服了，而且不想回家。由此可见，鄂尔多斯的居住环境跟条件是真的非常的不错。那在确认学生状况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也被学校的校长邀请到餐馆去吃饭。那时的我即使吃了感冒药和蒙古药，身体还是极度的不适，咳嗽和鼻塞的情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是更加的严重。你们也知道，在大陆那边吃饭配酒是基本的餐桌礼仪，而且校长他都已经朝着我走过来敬酒了，没有办法，我也只能意思意思喝个几杯。没想到训导主任和各个师长啊，他们看到校长这边都来跟我们敬酒了，他们也来敬了。而且一个训导主任还跟我说要教我怎么喝酒，便指着我跟我说：“来看清楚，这个是嘴，这个是酒。喝酒最难的事情啊，就是把嘴张开。虽然我本身不喝酒，而且酒量又极差，一口脸红，2口就醉，3口不省人事，就是在形容我。不过为了不让公司丢脸，我还是加减先喝了几杯啦。我没有想到，喝了几杯之后，不仅感冒、咳嗽、鼻塞完全好了，身体的各种不适也都完全消失了。没想到啊，古人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话竟然是真的。那在喝完几杯之后，我们就先借故离开，去欣赏一下乌兰木卢河广场的一个美景。这时的我虽然已经不知道路在哪里了，而且眼神已经没办法聚焦了，但是我还是被这里绚丽的水舞秀给惊艳到了。伴随着这种华丽的那种灯光效果，一道道的冲天的水柱是直冲天际，这样咻咻咻，而且再搭配他们那种装饰物的造景，波澜壮阔的景观不说，就光它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啊，老实讲，不仅是台湾，几乎全世界也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样子一个表演。如果你有带女朋友来到这边，恭喜你，在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带来这边跟她告白，基本上一定会成功。如果没成功的话，也不要来找我，因为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而且这座城市相对来说人也比较少，不会有堵车、难找车位或是排队的困扰，可以让你们尽情的享受2人世界。当我还沉醉在这美景的时候啊，一通电话又把我拉回了现实，就听到电话那头大喊：“出事了，出事了，有同学发烧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是急忙的快点赶过去处理。好险，在吃完药的隔天他就没事了，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隔天中午，当他们要离开寄宿家庭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哭哭啼啼的，其实就足以看出大家真的都是不忍分离了。在车上听着他们诉说着寄宿家庭的生活，
像是有人相约去踢足球，有人一起去看成吉思汗陵，还有人一起去逛街，更有人竟然说去看房子。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但是只有一点大家是相同的，那就是这已经是他们珍贵的回忆之一了。虽然旅途中难免会有不舍，但是分离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课。在告别寄宿家庭后，我们驱车前往响沙湾，享受着旅途中最后一个景点，在这里体验着跟草原完全不同的风貌，还有一些沙漠上的一些活动，像是冲沙和骑骆驼，也为我们的旅途画下了一个完美的终点。在搭火车回到北京的路上，听着团员们彼此诉说各自的回忆和经历，还有路上的点点滴滴，也让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在回到台湾之后，与他们做最后的分离时，看着他们泣不成声的脸，也让我极为不舍。当我请他们确认一下有没有掉东西时，却有一个小女生跑过来跟我说：“Coco 哥哥，我掉了一个东西，但是可能找不回来了。”就当我困惑的要问是什么的时候，她却极为不舍的抱着我说：“是眼泪。”当下我也是被这种氛围渲染到眼泪不自觉的流出。每个人在旅途中都会有不同的经历，而我们就是在旅途中协助帮大家创造回忆的人。虽然路上难免有开心、难过或是不舍，但是旅途的亮点往往是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国际情势紧张的情况下，更能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如果喜欢的话，再请帮忙按下订阅、分享小铃铛。我是 Coco， 我们下次再见。